我的祖母是个穿越女，她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唯一一个讲究男女平等、要求一夫一妻的女子。如何？我用所有的军功向圣上换取一道娶你的圣旨，你可愿嫁与我？世杰，我虽然知道你是经历了无数生死才换来了这道圣旨，可我求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若是娶我，那此生你只能有我一个妻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若有朝一日你负我，定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不再回来。我绝不负你。往后40年，祖父信守承诺，甚至每一年都记得和祖母的结婚纪念日，给祖母准备惊喜。据说这是祖母他们那边现代人的喜。城门的草花塔，相逢里三句没入泥沙，奈何桥畔不应梦破茶，刻在心上是你的最美年华。而今日，我也即将拥有这样的幸福。郡王与满儿自幼相识，互生情愫，算是自由恋爱。我很欢喜，可我们国公府有自己的规矩，无论是嫁还是娶，都只能一夫一妻。你若想娶我们满儿，日后便不能再纳妾。郡王可做得到？回国公夫人，我听闻国公爷当年为了娶您，连胜7国，用所有军功向圣上换取一道求娶您的圣旨，几十年来从未纳妾，独宠您一人。我也想成为像国公爷一样的人，与满儿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母亲，有您和国公爷做表率，全京城只有我们国公府的男儿从不纳妾，儿媳我能嫁入贺家，真是我的福气。是啊，母亲，您和父亲的故事早已成为京中的一段佳话，甚至还被写成了话本。现在谁人不知父亲对您的痴心呢？国公爷回来了，国公爷从关外大胜回来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国公爷带了一个与小姐年龄相仿的女子回来。什么？与满儿年龄相仿的女子？国公爷到。父亲，祖父。如何？我回来了。父亲，这位女子是？这是如烟。我这次能大胜归来，多亏如烟舍命相救。既是老爷的救命恩人，那便收作养女，留在我国公府中。不，我带嫣儿回来是要纳她为妾。此话当真？如何你向来深明大义，嫣儿有恩于我，如今她一个弱女子，无亲无故，我怎可辜负于她？请夫人收留我。报恩的方式有千万种，若她想嫁人，世上多的是为娶嫁的男子。如何？你我成婚40余载，我独守你一人，承诺也算是兑现了。今日我要纳嫣儿为妾，无论你答不答应。祖父为了祖母，不染尘埃40载，如此深情也会变吗？哎，瞧瞧这并蒂莲，怎么样？这可是我夫人绣的，来看看怎么样？祖母，你总说你们的那个世界那么好，可为什么你还留在这里呢？因为你的祖父啊，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也是我留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理由。世人欺我门第不高，他便金戈铁马，拼死换军功迎我入门。
许诺我一生只我一人。祖父对祖母真好。是啊，这京城无论权贵还是普通百姓，皆有妾室。你祖父他一句承诺，几十载一夫一妻，为我守诺至今。我为了你遵守了40年，也被整个京城笑话了40年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贺世杰，原来这才是你真实的想法是吗？对，从今往后，你就不要再宣扬你那些异世界里一夫一妻、惊世骇俗的言论了。祖父也知道祖母是穿越来的。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父亲说他要纳妾啊。什么？大伯父是祖母的第一个孩子，祖母将全部心血都花在他身上。他20岁就中了状元，也因祖母教授的新思想而得到皇帝重用，他定会站在祖母这边的。如何？你以为把孩子们叫来，我就会改口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才是这国公府的一家之主。今天谁要是敢阻拦，就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母亲，父亲不过是纳妾而已，您就答应了，您就答应了。母亲，您也要为儿子们考虑考虑，毕竟我马上要入阁，您也知道，朝堂之上所有人都在背后怎么议论的，说咱们国公府女人当家做主，聘妻司晨。一个入阁！云婉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大伯母，您一定能理解祖母的，快帮祖母说句话啊！伯母啊，这纳妾确实也不是一件大事。我父亲纳了8房妾室，庶子女10几人，还是一样爱着我的母妃，对我更加疼宠。原来你们都认为纳妾是对的，这么多年，我才是个笑话。祖母，您没有错，满儿觉得您是对的。父亲和大伯都是您辛苦带大的，母亲和伯母也是因为有您，才免了丈夫的3妻4妾的琐事打扰。还有国公府，也是因为有您的打理，才有了今时今日的荣耀。如今，他们却临阵倒戈，知恩不报，他们才是错的。满儿，需要再说了。无法。如何？只要你今日让嫣儿进门，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过，往后也不会跟你计较。是啊，母亲，您就服个软吧。哼，贺师姐，你想娶便娶吧。从今日起，你的事与我无关。母亲，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决绝的祖母，这仿佛下一刻就会彻底毁了她所谓的那个世事，永远不再回来。让他走！今日之契，我纳定了。夫人可有派人来询问我？我为他40年守身如玉，竟得不到一丝谅解，他心里真的有我吗？老爷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让妾身服侍您歇息吧。
祖母说的那个一夫一妻的世界，真的存在吗？老爷，您轻点儿，让旁人听见。祖母亲言，怕是难以入眠了。小姐，听说国公爷已经浇了3次水了，可府中下人谁不知道，国公爷早些年打仗伤了根本，早就不行了，闹这么大动静，实际上是做戏给旁人看了。医生快撑不住了。老爷真是神勇，让妾身真是欲罢不能。水，就水。老爷，别着急嘛，这漫漫长夜，妾身还有好多种办法让老爷尽兴呢。我认的小妖精。母都生几个儿子，楚母的日子总有一天会是我的。姐姐，我来给你请安来啦。请他回去吧，以后也不必来请安了。是。这老东西怎么还不出来？夫人说了，不必请，请回吧。等等，你这个小辈怎么这么没规矩？如今我是你祖父的妾室，也不知道行礼。我祖母是国公府当家主母，她没有同意你入府，你算哪门子妾室？混账！好你个贺东满，言儿是我亲自接进府，是我名正言顺的妾室。老爷，我知道夫人容不下妾室，可如今连个小辈都不愿意给我行礼，不如您就把妾室送回塞外去吧。不必，我才是这里的一家之主。贺东满，你立刻给我跪下，给你的姨奶奶磕头赔罪。祖父，您是一家之主没错，可祖母更是圣上亲封的诰命夫人，连她都从未让我下过跪。如今你当真要如此放任柳如烟胡作非为吗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你如此做，就不怕国公府走向衰败吗？好你个贺东满，连我你也敢顶撞！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怕是忘了自己到底跟谁姓。让你不知道，今天就给你点教训。住手！有我在，别想伤害他一根手指头。是如何？你舍得出来了啊？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给我教出的好孙女。祖父，你怎可如此说祖母？20年前，先帝年间那场夺嫡之争，您站错了队，是祖母连夜变卖嫁妆，疏通关系，这才保住了您，保住了我们贺家。还有10年前的那场瘟疫，若不是祖母研制出特效药，救了全城数以万计的百姓，圣上又怎会将您从骠骑大将军升为正国公？你，老爷，祖母的付出，满儿从小听说过，也看到过，全然铭记于心。可您怎么却忘了？你胡说！要不是我在战场上厮杀，国公府能有今天，我贺世杰能有今日，是我一刀一剑的拼杀出来的。还有，整个国公府，因为你主母那些乱七八糟的言论，什么一夫一妻、男女平权，你知道在朝中被戳了多少次脊梁骨吗？承受了多少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我行事向来如此，从不管旁人如何看。倒是你，原来你也认为我说的都是疯话。没错，
沈如何？我忍了你40年了，原本以为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你就能变得正常些，没想到还是整日风言风语，倒腾你那些从异世界学来的东西，有一点当家主母的样子吗？老爷，妾身才入府1日，就已经闹成了这样，妾身还是走吧。一二不必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别哭。别哭了，有我在，放心吧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祖母，瞧瞧这冰激凌，我家夫人亲手绣的，我夫人绣的。去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这个可是我夫人送我的，比我性命还重要。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白玫瑰和红玫瑰，可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。既然这样，以我自当缘尽于此。送客。天若有情亦无情，万种梦中我等你。老爷，这主母如此生气，别说是妾身了，我看您啊都很难进她的门。这主母，她太不给你颜面了。一切啊，哪一样不是我国公府的？就是，今日就让他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。来人，是，把这个院子给我砸了。是，走。给我砸。是。不要砸！不要！给我砸！不要砸！不要！这是祖母的心血，不要砸！没关系，砸就砸吧，反正我也要回去，这些东西我也带不走。祖父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有多少世家是因为这些东西才与我们家交好的？祖父，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伤祖母的心，你就不害怕她真的走了，彻底离开我们吗？40年了，他要是想走早就走了，最后还不是乖乖的留在这里？因为你根本就离不开我。笑话，离不开我的人是你。哼！你在外建功立业，说这些年没有我为你操持家事，就你这小小的国公府，如何能有今日？哼！罢了，我这些年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把青春都浪费在你这个凤凰男身上。凤凰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骂你的意思。你，好你个沈如何！你藐视夫君，毫无为人父的本分，还不知悔改！你根本就不配当这个主母。这个主母，你以为我爱当吗？是个砚台，若难爱心上。既然如此，这主母的长家玉佩今日便将它拿回去。这个主母，谁爱当谁当。可为你而下，让乎我认同的爱，江上滚滚浮华。那你可别后悔。祖母，是如何？今日我就将管家权
交给燕儿。那好了，这如何？你以为我没了你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偌大个国公府是靠我的军功一点点积攒下来的，我交给谁打理都是一样的啊！来人，将沈如何禁足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放他出来！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宠爱，他硬气到几时？祖母，这可是您亲手绣给祖父的冰滴联手帕。当初我是为了你祖父才留在这里，可事到如今，这一切都成为了笑话，终究是感因续果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边遗忘，一边拼凑。您别伤心，您还有我。只要您把管家权夺回，那个姓柳的风光不了多久的。管家权？哼，谁稀罕？走，祖母带你去个地方。祖母，这是……祖母，马儿竟不知您竟如此富裕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都是哪里来的？这都是祖母多年经商赚来的，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，还有田宅铺面无数。光是这些黄金，怕是能比上半个国库了吧？你以为光靠你祖父那点俸禄，怎么支撑得起国公府上上下下300余人的开支？所以柳如烟掌家说无祖母的私库支撑，怕是撑不了几日。不出3日，整个国公府就会无以为继。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如今老爷把掌家权交到了我手里。国公夫人待我们极好，如今柳姨娘是想让我们倒戈，那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自然是不会亏待大家的，只要你们好好替我办事，我每个月都给你们涨1两月钱。1两？打发乞丐呢？就是，国公夫人处处体贴我们，逢年过节还给我们发红包，做得好的还赏金银珠宝呢。1两月钱就想我们替你卖命，做梦呢！放肆！而且呀，看你身上的首饰，成色也太差，哪里配当我们国公府的当家主母？看到了没？这是夫人赏我的翡翠钗，晶莹透亮。这是夫人赏我的翡翠玉镯，也是1等1的好。据说价值连城呢，不像有的人手里啊连个像样的镯子都没有。好啊，一个倒泔水的下人都有如此上等的首饰，看来夫人当主母的时候挥霍无度，从库房里捞了不少钱啊！这就去告诉老爷，这都是夫人从自己的私库里拿出来给我们的赏赐，你就是告到当今圣上也不管用。柳姨娘，我劝你呀，还是去跟国公夫人服个软，没准还能讨个什么赏赐，后半辈子也能衣食无忧了。你们大家都散了吧。气死我了！欺人太甚！祖母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如今这都是你的了。我的？我的好满儿，祖母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了。什么？满儿，如果祖母走了，你会不会恨祖母？祖母，您是天上鹰，我是笼中雀，你应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满儿，你跟祖母一起走吧，在现代社会，
祖母照样能护你周全。祖母，满儿也想跟你走，可这里有父亲、母亲，还有阿荣。也是啊，这里是满儿的家，有满儿牵挂的人，但是祖母也要回自己的家了。满儿有了这些傍身，定能过得逍遥自在。不，祖母，满儿不能要这些东西，我和阿荣都不缺的。满儿，你要记住，将来嫁了人，也千万别学那些闺阁小姐，为个男人就要死要活，恋爱脑，只配挖野菜。夫人放心，老奴一定会照顾好二小姐的。我回去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祖母，您打算什么时候走？立刻！我竟从未见过祖母这样的打扮。满儿，千万要记住，女人的一生有许多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，千万不要被这个封建的时代同化。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委屈自己。祖母。师姐说有朝一日你负我定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不再回来。我绝不负你。贺世杰，你我自当缘尽于此。如何？你去哪儿了？一颗心如何？你去哪儿了？如何？如何？不要走！老爷，你不要走！怎么了？母亲如何？走了。老爷，梦都是反的，这说明夫人她更离不开你啊！您不是说了吗？夫人40年都在府中，怎么可能会走呢？也是，这么多年了，每次跟他有口角，他总说要离开，到最后不也还是留在了我身边。说有朝一日你父我定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不再回来。你我自当缘尽于此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世间的缘都太浅，我愿你此生无过欠，我愿你来生都如愿。只愿你线，谁来牵？留下的遗憾。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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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父，祖母她已经睡着了。如何？我刚才竟然梦见你走了。我知道你怪我纳妾，可你也要为我想一想啊！都是当祖母的人了啊，怎么还耍小性子？祖父，你要进去看看祖母吗？
我可是给你台阶了，是你不愿意出来见我。既然如此，往后就是你跪下来求我，不会再踏进来半步。他是真的离开。二小姐，无必忧愁，夫人终于自由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醒了，如何醒了？快给医生打电话！我的未婚妻醒了。终于醒了，我回到现代了。什么？我还是18岁的模样？疼爱我的父母，年轻帅气的未婚夫，老娘我的人生又回来了。一世纪，这个该死的糟老头，谁爱要谁要我。恭迎大小姐！恭迎大小姐！恭迎大小姐！你们好。我之前不是说了不要搞这些形式吗？这太疯腔了吧！大小姐，您好不容易醒过来，董事长开心坏了，就给每个员工都加倍发了年终，他们高兴的不得了。哇，是直升机，是神动的直升机，还挂了条幅。看到，快看，大红包了！哎呦，真是啊！快，小红包呢？为什么？好吧，还有电视短剧看多了吧？今天不仅是母亲的寿辰，还是她与父亲的第50年的结婚纪念日。可不是嘛，母亲每年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纪念日。父亲呢，也是想借着这个纪念日与母亲重修于好，所以才让我们好生准备，没有让那个柳如烟去办。都准备妥当了吧？都准备好了，还特地准备了您说的蛋糕。好，你们可不知道，父亲这一下朝啊，就带着我们兄弟俩赶回来了。哎，母亲呢？啊，我已经派人去请母亲了。夫人怎么迟迟不来？不会是因为前几日我进府的事情才不来的吧？哎，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更何况今日还是他的生辰，他绝对会来。再派人去请。好。你祖母呢？她怎么还没来呀？祖母，他已经回到他的世界去了。你祖母呢？她怎么还没来呀？祖母，他已经回到他的世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的世界？这沈腾好，你不来就罢了，非要找一个如此荒唐的理由来搪塞我。你把年纪还如此任性。那这寿宴呢？祖父啊祖父，你以为祖母只能留在你身边，却不知祖母已经彻彻底底离开了你。等你真正发现祖母已经离开的那天，希望您不要后悔。唉，这都好几日了，现在外头呀都在看我们国公府的笑话。不如我们一起去劝劝母亲，让她莫要再置气了。一把岁数的人了，还这么不知道分轻重。母亲，这本就不是祖母的错，凭什么怪罪祖母？小孩子，懂什么？大嫂，有什么事不妨去和母亲说说，也劝劝母亲，莫再任性了。这件事啊，确实是母亲做的不妥，我们也是该去她那里坐坐。夫人，世子他带了个女子回府，还说要拿她为妾。什么？
想到祖母才走了不过几日，这场景竟然还能重演一次。月儿与我心意相通，哪怕她出身低微，也是我心目中的白月光一样。胡闹！你心中的白月光，就是一个卖豆腐的寡妇，还带着一个野种，难不成你还想养孩子呀？整个国公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！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知道我和他真心相爱。夫人呢？叫夫人去！哎呀，父亲，你当时纳妾时，我可是鼎力相助，还让云华劝说母亲。如今我只不过是想纳个妾室，父亲不该阻拦才对啊！你平常在外面乱来，我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怎么能把他当外父啊？你当初求娶我时，你偏偏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呐！原来伯母早就知道伯父养外室，却还为了表面的美满婚姻选择隐忍，这就是祖母口中的恋爱脑。你可是国公府的长媳，世子妃，怎能这般不识大体？我马上就入阁了，要是别人知道我在外面有外室，前程怎么办？前程怎么办？父亲纳妾时，你劝母亲那般明事理，我还当你是个贤惠的，没想到。这个国公府还真是风水轮流转，刀不扎在自己身上，永远不知道疼。夫人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快点！如何？夫人让老奴传话，今后国公府的闲事儿，他一概不管。既然国公爷也是一家之主，自个儿看着办就行。如今老爷让我管家，妾身自应该帮老爷分忧才是。我同意大少爷纳妾。在说什么？老爷，悄悄地接过来，总比养在外面被发现了好啊。左右不过是多养一个人，就说是新来的下人罢了。这柳如烟为了坐稳当家主母的位置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老爷家丑不可外扬，总比闹大了强。不如就答应世子爷吧。事已至此，也没别的法子了。父亲，谢国公爷，谢国公爷。但你若是非要接他那孩子进府，那你这世子之位也就别做了。是父亲，我只接月儿一人进府，将这孩子安排到偏房，任何人不能走漏消息。是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妾身一定安排妥当。月儿与他那孩子相依为命5年，如今让母子分离，事后必然后患无穷。我就等着看尔等自作自受的那天。哎呦，这是怎么样？娘亲，国公府不准孩儿进去，孩儿被不进去了。别为难娘亲，若是让里头的主子们瞧见，又要责怪您了。小可，是娘亲没用，没办法留在你身边照顾你。小可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么多人看着你，快点回来。世子爷离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为难我娘亲，是我太思念娘亲，想再多看她几眼。这国公府真是仗势欺人啊！这么小的孩子如何照顾自己啊？那妇人卖豆腐养活孩子5年，如今被强抢入府不说，连骨肉都要分离，造孽呀！小可，这是我唯一的孩子，让我再看看他吧。哎呀，别再去了，让人看笑话。国公府真是好狠的心呐，连一个5岁的孩童都照顾不好吗？生看着母子分离。听说这个贺氏还要入阁，
你这种薄情寡义之徒也配为官啊！我只是无之徒啊！我只是无之徒！我只是无之徒！何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这些虽迟，但到。今日此事更主，就有人上奏要弹劾你。你身为世子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虎视眈眈吗？啊！难道真要为了一个寡妇自毁前程吗？国公爷，都是月儿的错，和世子爷无关。父亲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事与月儿无关。老爷息怒，这无非是孩子们闹着玩啊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过2天大家自然就忘了。胡闹！圣上已经知道此事，圣上认定贺乾品行不端，治家无方，你以为还会让你入阁吗？这个寡妇多日偷溜出府看孩子，你竟未曾阻拦，你是怎么看这个家的？老爷，他拿着大少爷的腰盘，妾身也没有办法呀。父亲发了这么大的火，我们先把他们送去庄子里吧。这入阁已经无望了，不如我就把可儿接进府，这样省得月儿他们母子分离伤心。什么？你疯了！竟然要替别人养孩子！你也知道，我一直想要一个儿子，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。自己的孩子，贺乾，然而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？哎呀，要闺女有什么用？又嫁作别家妇，这以后早就与我无关。你要是争点气，你生一个儿子，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不成？月儿，以后小可就是我的儿子。母亲，儿媳已经在这儿站了1个时辰了，求母亲出来见见儿媳吧。世子妃，请回吧。夫人说了，不见。伯母，身体要紧。儿啊，若是早知今日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劝你祖母要大度忍让啊。若是你祖父当初没有纳谏，那你祖母也不会心灰意冷，你伯父他也不会。哎，嫂嫂，小心啊！你祖母最疼你，你赶紧进去劝劝你祖母，不然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国公府的声望就要毁于一旦了。没了祖母，这国公府上下已经烂到无可救药了。也不知道祖母在现代过得好不好。看来又是被霸总小叔毒害了。谢谢。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5565天，也是我们订婚的第100天。我在古代经历种种，早已经没有再追求爱情的热忱，更别说婚姻了。如今，我只想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。顾云开，我知道我们曾经订了婚约，但是不打算结婚了。没关系，
我愿意等到你准备好了。好吧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结过婚，还有个2个儿子。啊？你是说你穿越到了古代，还结过婚？后来那个渣男吵着要纳妾，我就回来了。我都这么说了，他应该不会再娶我了吧？那我确实应该再考虑考虑。没关系，退婚的事情我可以去和父母解释，你不用有压力。谁说我要退婚了？我只是在考虑，要不要换个中式婚礼。你恋爱脑啊！如果你说在古代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，那你也是被渣男欺骗的受害者。我只恨我自己不能在难过的时候陪着你。云开，我如今已经过了谈恋爱的年纪了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只想赚钱搞事业，什么爱情婚姻啊，对我来讲，现在都不比城北那3个亿的项目重要。行，我明白，我会等你的。如何？如何？这次是我不对，你也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啊！祖父，这是将我认成了祖母。田儿是你用半辈子心血带大的，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他这么毁了自己？出来吧，就算为了钱儿，为了这个家。更深路重，老爷，请回吧。马儿就要出嫁了，我就不信到那个时候，你还忍着不肯露面。哼！祖父啊，祖父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等你知道祖母不会回来的时候，你又会如何？那，你待会儿再陪我去趟西街，置办一些婚礼要用的物品。是。贺东满，小姐。沙柔。姐姐这是去哪儿了？刚才郡王听说你路过这儿，还特意跑过来见你，哪来的不要脸？你这句姐姐我可担待不起，我们国公府可没这么作践自己。贺东满，给我闭嘴！别以为你跟我订了婚，就能在这儿摆郡王妃的架子。贺东满，你给我闭嘴！别以为你跟我订了婚，就能在这儿摆郡王妃的架子。本来还以为国公爷是多深情、多专一的好男人，还不是跟我一样装装样子，还不是照样纳了妾。你们贺家当家的都做不到深情，凭什么让我做到啊？记住了，柔儿才是我心尖上的人。郡王，贺小姐看着呢。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送你的定情信物，您一直带着呢。当然，你送的，本王自然日日带着。婉儿，你要记住，即使你定了亲，将来嫁人，也千万别学那些闺阁女子，为了男人就要死要活的，恋爱脑只配挖野菜。郡王，你这出可比梨园里最红的《西厢记》都还要精彩。二位唱完了吗？那烦请让个道吧。本王方才说的，你可听清楚？早就说了，不值当的人，连一个眼神都是浪费。
郡王若没有其他吩咐的话，就请离开吧。王爷，贺小姐如此冷淡，是不是看不上我呀？毕竟国公府门第高贵，若日后真成了姐妹，我怕……贺东满，你装什么清高？哎呦，哎呀，大庭广众的！王爷都要结亲了吗？怎么还打起来了？王方才不是故意的。这次加入府中，只要安分守己，我不会找你麻烦。你这种人，不值得我嫁给你。江爷爷，我记得这车辕是新包的铁皮吧？婉儿小姐是金刚打的，结实着呢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撵过去！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酸甜苦辣辛过也，酸甜苦辣里辛过也脆过。我的嘴！我都这么用力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无妨，江爷爷只管继续驾着。贺东满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这国公府的小姐行事风格也太莽撞了，哪像个大家闺秀啊？还不是国公府夫人教的。郡王可是长公主唯一的子嗣，这下国公府可遭殃喽！东满，看你干的好事！东满，看你干的好事！你可是长公主，状告老夫治家无方，让老夫在御书房跪了整整1个时辰，圣上还免了你父亲的差事，让他好好反省，救你无方。不是什么？长公主的宝贝儿子，皇亲国戚，是你惹得起的吗？老爷，莫要动怒啊！当初就不该让你祖母抚养你，整天看他那些没用的书，学得无法无天。废弃一纲，女子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家中，相夫教子。你们不让女子读书，无非是怕我们开阔视野，不再受你们奴役，不再被你们压着，不过是怕女子反抗，有自主意识罢了。我是管不了你了吗？夫人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夫人还在置气？你犯了滔天大祸，总不能让整个国公府遭你连累。就是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丧门星？你大哥升迁的文书刚刚送到吏部，你二哥马上就要进京无尉，你如果阻碍他们的前途，我非打断你的双腿不可。那你们想要怎样？去找你的祖母，把她手里的宝贝送到公主府去，然后再带着你给长公主磕头赔罪，给我灭了长公主的怒火。这如何？等你没了司空，看你还怎么收买人心，怎么跟我吃？我不去。走，找你的祖母去。今日之事，非得有个交代不可。走。是如何？夫人正在休息，吩咐所有人不得打扰。国公府都乱成这样了，他还有心思睡觉？是啊，夫人，老爷亲自来看您了。别跟他废话，走！让开！老爷，祖父平日是要依靠祖母，我倒是想看看他亲眼发现这个国公府没有祖母后会作何反应。夫人竟敢违抗老爷的命令，私自出府！好啊，是如何？祖父，您难道就没有想过，祖母她是真的回到异世界去了吗？不可能，他要能回去，他早就回去了。再说，就算他真回去，他那个脾气也只有我能包容他。用不了几日，他要是回来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把他当小孩宠啊？爸妈，
如何啊？你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？你看看你都累瘦了。妈给你转3个亿，你给自己放个假，出国玩玩，买包包、逛逛街什么的。好。爸也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最新款保时捷，你先开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爸再给你买台劳斯莱斯。拿着。谢谢爸。如何？如何？我给你订了一些衣服，工作不要太累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沈小姐，这是我们顾总给您准备的衣服和珠宝，这是全球最新的特价限量款500套。再准备500套，下一个。沈小姐，这是最新的高奢珠宝，每一件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限定款。还有包包，沈小姐，这也是各家最新款的包包，各500个。好，那个妈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去相信款。哎呀，累了，来，吃香蕉。妈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还能照顾你了。我的女儿，你长大了。可不，以我在古代的年龄，比爸妈的年龄还要大。但是啊，不管长多大，你都是爸妈最亲爱的小宝贝儿。活了一辈子，我这一把年纪回到现代，还能被当小孩宠，看来还得适应适应。既然你祖母不愿管你，那你就早日嫁给郡王。就是你造的孽，就应该由你亲自赔罪。父亲说的对，如今郡王断了一条腿，若我们满儿早日嫁过去，就会显得更有诚意。你们明明是看李荣福心在先，而你们就因为不想得罪长公主，偏要把我嫁给那个3妻4妾的纨绔吗？何东满，学你祖母和伯母那样不知好歹，因为一个妾室就闹得家宅不宁。你应该学你母亲那样贤良淑德，这才是当家主母的典范。老爷，满儿她还是个孩子，不嫁就不嫁呗，难不成你真的把她绑？你们2个把他给我关起来，看好了，这个婚他必须给我结。祖母，满儿好想你。二小姐，夫人吩咐过，让我护您周全。既然您不想嫁，老奴能送您到任何地方，定没人再逼您。我是要走，但不是现在。祖母曾经说过，婚嫁并非女子这一生唯一的大事。从前我不明白，但现在我想清楚了，我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要去看，而且我可是祖母一手培养起来的新时代女性，我得让那些人知道，我贺东满不是什么好欺负的。江爷爷，请把祖母留给我的礼物拿过来吧。你这穿的什么呀？何东满，你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？简直就是离经叛道！哎呀，不管了，吉时都快过了，夫人怎么还没有露面啊？平日最心疼满儿了，便会来送满儿出嫁的。我们再等等吧。只有我知道，祖母不会再回来了。不必再等了，祖母早已经嘱咐过我了。既然如此也好，记住，李荣的腿是你打断的，嫁过去之后要尽心尽力，莫要再任性。满儿，嫁过去之后，你一定要把你的夫君伺候舒服了，别忘了给你的兄长多说点好话。只有他们的前途好了，你在郡王府才能有底气，连长公主都会高看你几分。你是国公府的千金，嫁过去又是正妻，定要早日生个儿子，一切就都圆满了。祖母不在，父亲、母亲，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强压在我身上。各位长辈们放心，满儿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放心吧，祖母，即使你不在了，满儿
也不会忘记你说过的话。我定要将那郡王府的天捅个窟窿，让李如身败名裂。这是，是这样的装扮呀？这是什么姿势？你有见过吗？从未见过。习时到，一拜天地。等等，在正式结亲前，我有些事情想请郡王给我一个解释。本王爱寻花问柳的事，全天下都知道，娘子不也接受了？还有什么好解释？我早知郡王生性风流，却不知您竟然男女通吃。只知道郡王风流成性，没想到竟还有龙阳之好。简直是丢尽了皇家的脸呐！真不像话。是啊，是啊。娘子气不过我纳妾，就开始诬陷起我来了。我可是亲眼撞见郡王与他的侍卫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无凭无据，娘子还是莫要耍小孩子脾气。哎呦，这什么呀？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一种男子间苟合染上花柳病才会长红疮吧？啊，花柳病！可东蛮，凭无据，不要信口雌黄。你还要证据？我成全。这竟然是春宫图啊！这竟然是郡王的春宫图啊！这郡王竟然如此不堪！各位可都瞧仔细了，这些可都是从郡王房间里找到的压箱底的宝物。没想到郡王还有收集春宫图的癖好。这些可都是郡王一张一张亲手画的。这每一张春宫图上都有郡王的亲意，画的都是郡王春宵一刻的瞬间。这画的背面更是精彩，写的是春宵一刻的时间，还有对方的名字和爱称。没想到小画呀！各位都好好看看，这画上有男有女，各有各的方式，就连说书都听不到这么精彩的。给我！这张图居然是郡王男扮女装，郡王玩的真花呀！你赶紧拿走！想不到堂堂的郡王竟然有如此癖好，真是伤了我的眼！哎，够了！够了！全部都给我烧娘，掉！这些都是孩子的私事，不重要的，都是河东满的故意挑唆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河东满，你们的婚事就此作罢！娘，河东满不愧是沈如何教出来的孙女儿啊，手段毒辣！哎呀，真是看了一出好戏。这个女人啊，以后别说娶妻了，寻花问柳也无人敢接了。郡王殿下，这亲还成吗？河东满，你给我等着！从现在来，就的是招审正你！小姐，这嫁出去的女儿啊，泼出去的水，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？等等，现在国公府我掌家，我让你进了吗？一只看门狗还得意起来了。你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世子夫人见红了。夫人，夫人，
事？我们家夫人好不容易有了身孕，谁能想到那女人养的儿子，竟然趁大家不在对夫人动手！婉儿小姐，你要帮帮我们家夫人啊！救救我的孩子！他夫人为了这胎，不知喝了多少苦药，受了多少的罪。伯母想用生儿子来挽回伯父的心，可如今落到这般田地。世子一直都想要个儿子，可惜了。你给我过来，跪下！孽障！这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把你带到府里来。好，不服是吧？不服，我打到你服为止！住手！世子，小可才5岁，5岁的孩子懂什么？说不定是世子妃要对小可做什么，小可才会反抗。你是不是真对这5岁的孩子做了什么？母亲，死的是我们的孩子，你竟然不信我！果然，伯父只想保护自己心尖上的人罢了。马儿，是我错了。事到如今，我才发现你祖母是对的。可为时已晚，我一次一次的退让和包容，最终却把自己困在了这国公府的高墙之中。伯母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姐夫前段时间刚被派去了蜀地，堂姐也跟着一起去了。祖母总说天地广阔，现如今是该出去看看了。这个国公府没有什么东西能将你困住了。真的吗？可我都这个岁数了，离了夫君，真的能过好吗？当然了，您是郡主，见多识广，且多才多艺，总能活出新花样来。童婉，大伯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现在是要回。大伯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什么？他要跟我和离？伯母他已经走了，但他只带走了自己的嫁妆，这是清单，还请伯父过目。伯母已经请陛下下旨，允了和。不可能的，他就是在跟我闹脾气。这么多年，他哪次不是依着我，顺着我？我现在就去寻他。他诋毁求圣上，收回圣旨。伯父别白费力气了，伯母已经离开了京城，以后还会不会回来，都未可知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离开我？他离开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听说啊，你伯母离家出走了，这个太好了。没有郡主的依仗，你那大伯父算个什么东西？以后国公府可就是我们二房说了算了。母亲，马儿多嘴一句，您还是把心思多放在父亲身上吧，免得他像伯父那样。那到时候这个家里还有没有您的位子，就不知道了。怎么？你觉得我会像你大伯母一样蠢？我早就把你哥身边的春桃塞进你爹房里，这知根知底的总比让他在外面沾花惹草强吧？是吗？春桃是哥哥的贴身婢女，还是两人早就搅和在一起了？母亲这么做，恐怕又给自己埋下祸端。直接闹到了圣上面前，宠妾灭妻，子嗣无德无能，
给予了你和荣华的和离，一怒之下还收回了你世子的爵位，你满意了？国公爷息怒，都是月儿的错，你怎么惩罚月儿都可以。当初你母亲怎么教你的？要你尊重妻子，举案齐眉，可你呢，宠妾灭妻，把你母亲说的话都忘了吗？你都忘了吗？也没做到吗，爹？不好了，老爷，我们和云少爷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孽障！老子的女人你也敢动啊？春堂，这就是我的女人。老爷，她比满儿妹妹还小2岁，你这老畜生怎么下得去手？兔崽子！春桃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要不是你横刀夺爱，我早已将她纳入我的房中。你这个逆子！来人呐，上下马！老爷，要打断这个风圣子的腿！夫君息怒，云婷她只是一时糊涂而已。没有，我和春桃是真心相爱的。你们，夫人，何云婷，你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祖父，孙儿有自己的苦衷，你也纳了西上人为妾，定是理解孙儿的吧？理解？我再不好好管教你们，这国公府怕是要被你们掀翻天了去！老爷，这云婷还是个孩子，只要多加管教啊，她一定不会再犯错的。说到管教，我倒要好好问你，这个家你是怎么当的，当成这个样子？老爷，妾身也是第一次当家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可夫人她总是避而不见啊。好他个沈如何，国公府大难临头，他却还在耍小孩子脾气。走，找你祖母去，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。走。你要干什么？让开！沈如何，你给我出来！如何，出来！母亲，给我出来！母亲，如何，你出来！你祖母呢？祖父，我早就说过了，祖母她已经回到她的世界去了。不可能！别说笑，她就是躲着不想见我。好看，如何戴着最是好看。如何，你为我贺酒，诞下长子，辛苦了。你的簪子戴了许久吧，换只新的吧。来，据说这只是京中最流行的样式呢。不用，头上的这只金簪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，就是再好的金银珠宝我都不换。他真的走了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抛下我走了？我们成婚40载，他怎么舍得呀？老爷，你不要太伤心了。夫人真是狠心，居然真的抛下你走了。他竟然如此不顾情义，抛下与他成婚40载的，抛下孩子还有孙子，就这么自己走了。祖父，当初是您当着所有人的面，非要把柳如烟迎进府，也是您将祖母禁足，还允许别的女人在府里穿大红色。祖母她早就说过，只要您纳妾，她便会走。事到如今，你反倒责问她为何不顾情义。老爷，如祖母所说，这世上的男人最擅长的就是双标。贺东南，你祖父不就是那个妾吗？母亲为何这般矫情？受点委屈怎么了？你也觉得他是受委屈了？女子罢了，总要依附男人而活，
相夫教子那是本分，这委屈就是应该受的。原来我真的是委屈他了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这不就纳了个妾吗？如何？父亲，玉华他走了，不要我。走了，亲也走了，不要我。40年了，我总以为他无处可去，可他……父亲，儿子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伯父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我有办法。祖父，母亲，不知您找我所谓何事？听说你祖母已经离开了，那她司库里的东西应该都留给你了吧？是，又如何？婉儿啊，不是姨娘非要跟你抢，但毕竟如今国公府是我当家，你祖母的东西，不如就让姨娘暂且保管吧。祖母留给我的东西，你们谁也别想碰。你身为女子，终归是要嫁人的。既然你要嫁人，36太嫁妆已是体面，余下的也该留在国公府。就是，你快给我拿出10万两银子，我要帮你的兄长打点一下，给他买个官位。我记得母亲还留下一些种植和治水的方法，快点拿出来。有了这些，我定能重获圣上赏识，顺利入阁。绝无可能！你个白眼狼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丢给你祖母养。母亲，你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将我交给祖母养。你今日我才不会任你们欺负。够了！如今国公府四处都要用钱，你要当自己还是国公府的人，就赶快把你祖母司库的钥匙给交出来，难不成你要眼睁睁看着国公府就这么毁掉吗？这个国公府没了祖母，衰败早已经是事实。国公府缺钱，是他柳如烟掌家不当，你是也不是？父亲、伯父、兄长在朝中不受重用，难道不是你们自己无德无能？那这一切与我、与祖母又何干？你个不孝女！乖乖的把司库的钥匙交出来，我就把你逐出国公府，从族谱上除名。哦，还有这样的好事？不好了，城中闹瘟疫了！国公，城中闹瘟疫，圣上请夫人前去医治。什么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现在母亲可不在府中啊！是啊，还是这么关键的时刻啊！若是如实禀告圣上，先不管圣上是否相信穿越一说，只怕是圣上会怀疑你们故意找了个借口藏起了母亲。啊！完了，这次国公府彻底完了呀！哎呀，莫慌，燕儿，难不成你有办法？那是自然。燕儿掌家这么久，也知道夫人之前救治过瘟疫，她留下了一本记录治疗方法的医书。恰巧燕儿也懂一些医术，只要跟着医书上的做，定能治好瘟疫。不可！不可！每次瘟疫发生的原因还有症状都有所不同，说按照之前的医术来医治，还是会害人性命。你懂什么？那些郎中不都是按照华佗留下的医书行医的吗？就是。既然燕儿有医术，那咱们就按照燕儿说的办，回头再给你算账。走。看来国公府离彻底覆灭的这一天不远了。小姐，你不会真的要把老夫人给你留的宝贝拱手送人吧？自然不会，不过我还得给国公府烧上这最后一把火。燕儿，怎么样？瘟疫治好了吗？当然办好了，老爷交代的事情，妾身必然竭尽所能。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国公府终于有救了。咱们国公府啊，就等着领赏吧。好啊！好，是吗？河东满，
你又想要干什么？你想清楚了没有？还不快把你祖母司库的钥匙给交出来！那都是祖母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，我若是交出来，岂不是瞬间就被祖父心尖上的掌家人给挥霍干净了？老爷，是妾身不对，惹得满儿小姐对我有诸多不满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何东满，你放肆！再不把钥匙交出来，就别怪我家法伺候。祖母的东西，你们不配要。祖母的东西，你们不配要。苍天啊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？怎么会生下你这个私吞家产的不孝女？何东满，你别太嚣张！以前有你祖母疼爱你，现在可没有人在惯着你。好，我同意你和国公府断绝关系。老爷，根据律法，乳母加入国公府，她的东西只能留给国公府的人。如果咱们把贺东满从国公府除名，那么夫人留下的东西不就顺理成章到咱们手上了？贺东满，从今往后就不是我的孙女，让贺东满从国公府的皇册上除名。把皇册拿来。来人，将贺东满给我关起来！要是再不交出司库的钥匙，不给他饭吃，不给他水喝，我看他的嘴到底能硬到几时？圣旨到！这么快就到？臣接旨。国公府妾室柳如烟，奉旨治疗瘟疫，医术不精，草菅人命，罚国公府诛9族，以儆效尤。来人，都给我抓起来！不可能！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！我可是国公府，我可是镇国公的儿媳呀！大胆，你敢抗旨不成？公公只说要诛国公府9族，可我早已被国公爷赶出。我已被国公府除名，公公若是不信，可查看皇册。去。不错，国公府贺家2小姐贺东满已从贺家族谱上除名，跟国公府再无关系。贺东满，你个不孝女！国公爷别忘了，刚才是你要和我断绝关系。国公爷，请吧。好，哎呀，冤枉啊！不孝女，混账包养的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满儿没有让您失望。您回去以后过得还好吗？顾云开，谢谢你帮我拿下城北的项目。这个是李荣。哦，这个人，我的一个校友，你认识？你怎么会和他一个学校？他当时是因为成绩特别优异，特招进来的，但是他为人有点城府，不过毕业以后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。如果李荣也是穿越过去的，那马儿……国公府除贺东满外，众人皆已入狱。顾大人还真是蠢啊，随便搞点药粉下肚就以为是瘟疫，没了沈如何这个现代人的帮助，根本不可能医治。贺东满，我要让你痛不欲生！贺东满，如今整个国公府只剩你独身一人，岂不是任我摆布？走。马儿，跟我来。这位姑娘是？马儿是我是你祖母。祖母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来不及解释了。总之，我是刚从现代穿越过来，
现代。祖母，祖母，马儿好想您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祖母，这位是？我是如何的未婚夫。祖母，你还给我带了个这么年轻帅气的祖父。好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马儿，你快跟祖母说说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祖母，前不久城中突然闹起了瘟疫。要小心。这些看起来不太像是瘟疫，而像是中毒。中毒？马儿，你去张贴告示，告诉他们我可以救人。谢谢救命恩人，你简直就是活菩萨呀！各位快起来吧！谢谢姑娘。祖母，你真是太神了，这简直就是神丹妙药。这不是神丹，只是解毒的解药。解药？马儿，我怀疑有人在百姓们的生活用水里下毒，而且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李荣，他也是从现代穿越来的。此前我和李荣确实有过节，可他为什么要毒害全城百姓呢？这就需要我们慢慢调查了。马儿，你帮祖母取一些护城河的水来。抬起头。累吗？不累。如何？真的是你？你终于回来了。放手。如何？老爷，这位姑娘只是跟夫人长得有几分相似罢了，但是她呀，比夫人年轻了好几十岁呢。走开！如何？母亲，母亲！什么？母亲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母亲。圣上说，国公府有人在救死扶伤，赦免了我们的死罪。母亲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国公府不管的。母亲，不必谢我，我不是为了国公府，我只是不忍看百姓受苦罢了。如何？累了吧？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如果这位姑娘真是夫人的话，那这位公子不会是夫人新找的男宠吧？我还要给百姓治病，各位请自便吧。如何？小雪，我还以为你不在见本王了呢。怎么会？人家可是一直惦记着郡王呢。今日给郡王感受点新东西。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又有什么新花样？郡王别着急。许久未见，郡王先陪人家聊聊天嘛。原来是玩这套啊！那本王今夜就好好享受柔雪的鞭打。听说京城来了个年轻的女神医，治好了城中的瘟疫。不可能！郡王为何如此笃定？因为治好子病的药，这个朝代还没发明呢。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轻点儿！你什么时候喜欢玩这么刺激的了？刺激吗，郡王？郡王，还刺激吗？哼，原来是你啊！没关系，来都来了，本王照样玩。放开我！李荣，你故意在护城河下毒，导致全城百姓喝了有毒的水。你可知罪？贺东满，我承认你是个聪明的人，但你有证据吗？没有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
这种毒，这个朝代的人都没见过，治好这种毒的药，也只有现代才有。那我呢？你谁呀？李荣，你穿越至此，本应带来新的技术和思想，造福民众。可你只顾寻欢作乐，不仅作践姑娘，还不知悔改，愈发嚣张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你是沈如何？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我是专门回来抓你来的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交给圣上处置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我的满儿真好看。如何？如何？你不要走，母亲，母亲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！不要走，满儿，别走，别走。如何？我们都知道错了，我已经把柳如烟赶走，倩儿和智儿也都已经把妾室赶走了。往后我们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如何？如何？可是这一切已经不是我想要的。母亲，满儿，我们走。命运一句一句中切断缘分，再也无来生。当爱恨如潮生，多残忍。结果将来是空虚，是苦涩，回首黑了脸容。心不见是最最不要走，如何？如何？你别丢下我一个人走！如何？祖母，原来你说的自由平等的时代真的存在。满儿，从前在国公府里，纵然你我再厉害，终究是要屈居在男子之下。可这个时代不同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就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。所以，满儿，你愿意陪我一起登到那最顶峰去吗？满儿愿意。I'm living our lives.